有一张账单，上面打满了红叉，金额是一长串零，这是寄给死人家属的。前阵子有个日本老哥在出租屋饿死了，整整1个月才被发现。家里人收到的第一件遗物，不是骨灰，不是存折，是一张将近800万日元的诉状，654万叫原状恢复费，剩下的100多万叫遗失利益。大白话就是，你烂在地板上，把我的房子弄臭了，我得把屋子砸成水泥骨架，重新装修，这钱你家得掏。咱们印象里，孤独死都是安详的老大爷在睡梦里离开，现实不是这么回事，真实的现场是一场生化危机。日本有个专门的职业叫特殊清扫员，他们有句黑话叫人形印记。人死后放几天，肚子会自动裂开，体液和血就像打翻的墨水浸透床垫和榻榻米，留下一个黑红的印章。只要这个印章盖下去，普通的保洁阿姨就只能哭了，味道早就渗进了天花板。更荒诞的是日本的家电科技，很多老人冬天洗澡死在了浴缸里，现在的浴缸都有保温功能。好家伙，这功能是真的强，能把一锅肉保温3天，也能把一个死在浴缸里的人在热水里熬成高汤。等清扫员推开门，人早就化在水里了。科技改变生活，也改变了死法。阳光照在田径奖杯上，金光闪闪。镜头往下看，地板上全是威士忌空瓶。他拿过冠军，结过婚，生过女儿，后来染上了酒瘾，离了婚，失去了抚养权。他再也没有拉开过客厅的窗帘。等清扫员推开这扇门，距离他咽下最后一口气已经过去了3个月。厕所的马桶上、瓷砖上全是喷射状的血迹，黑红色的血线在地板上拖了很长，一直延伸到厨房，停在空空的冰箱前面。他以为自己跑赢过所有人，结果最后连自家的空冰箱都没爬到。在满地的酒瓶旁边放着买来的戒酒书，他还在一个人试着自救。但没人知道，在这个高级公寓里，唯一还能证明他活过的，只剩下满屋嗡嗡作响的苍蝇。警察打了一个电话给一个50多岁的姐姐，说她断联了10年的弟弟死在老房子里了。姐姐带着清扫队做好了闻尸臭的准备。推开门，所有人都愣住了，垃圾堆到了天花板，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，但整个屋子没有一丝臭味。墙壁上挂着塑料袋，里面全是废弃的便当盒，每一个都在水槽里洗得干干净净，一滴油都不剩，整整齐齐地绑在墙上，几百个，密密麻麻。有人死得血肉模糊，也有人死得很干净，干净得让人毛骨悚然。他花了整整10年，把自己的心洗成一个无菌室，然后关在这个牢笼里活活憋死。清理视频发到了网上，评论区很热闹，网友敲着键盘写下一行字：把弟弟放任10年不管，这当姐姐的也有错。你看，活着的时候没人搭理你，死了全世界都成了你的主治大夫。老清扫员写过一篇博客，干他们这一行，进屋第一步踩上榻榻米，脚底经常会传来沙沙声，就像踩碎冬天的双柱，嘎嘣脆。那不是灰尘，那是满地死掉脱水的蛆虫。每次干完活，回到自己干净的家里，洗完澡躺在床上，那种甜腻的腐败死臭还会突然从鼻腔里泛起来，鼻子已经把这味道刻进了神经，被虫子吃掉，这就是最惨的归宿嘛。拉倒吧，火葬场烧完之后，荒诞才刚开始。有个市政府地下库房的铁皮柜里塞了683个无人认领的白色骨灰盒，旁边随便堆着死者的旧皮包，还有拐杖。职员查到户籍，
挨个给家属打电话，求他们把骨灰领回去。电话那头没有哭声，只有一句话：我们关系很差，我没钱付，别再联系我了。嘟嘟嘟，电话挂了。化作春泥更护花，那都是诗里骗人的。在这儿，你连烂在泥里的资格都没有，只能变成铁皮柜里的一个编号。下班了，别那么沉重，吃点夜宵，喝点酒，挺好的。深夜12点，你一个人坐在电脑前，吃着冷透的外卖，手机里有上千个微信好友，各种群里红点闪烁，热闹得很。你滑了一圈通讯录，突然发现刚刚看到的一个搞笑视频，不知道该发给谁。我们都住在一座高级无菌酒店里，名字叫现代都市，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边界感，把不想麻烦别人当成最高美德，假装自己强大到不需要任何人。那2万多个悄然死在家里的人，是一面镜子，他们是在无数个深夜里，一点一点把自己冰镇起来的。我们的单身公寓，何尝不是一个个提前运转的活体冷库呢？把你群里那个兄弟叫出来，平时屁话最多，一到深夜就发伤感歌单的那个，别烦他，也许他只是想确认一下，如果哪天他悄无声息的没上线，还有没有人会去敲敲他的门。别等新闻告诉你他已经走了。这里是最正经方式讲述不正经事儿的岛国那点事儿，别装了，我知道你懂。我们下期痛快点聊。